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大选速递，刚刚避开一个暗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先说选情啊，那么截止到11月6号晚上啊，那么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4个有争议的州，拜登领先83937票啊，分别是乔治亚州领先4289票，宾夕法尼亚州领先27000票。亚利桑那州领先29000票，内华达州领先22657票。大部分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把拜登的选举人票加到270张，所以到目前为止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宣布胜选这是第一。那么关于选举舞弊的情况我这里要澄清一下。我从星期四开始，我认为美国的选举出现了舞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一些证据让我形成一个这样的看法。那么在我所有的节目当中有2点我是没有讲过的第一点，舞弊是民主党所为这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说我们现在看到了选举中是出现了舞弊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把这个证据指向是民主党干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所以我在这澄清一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看到了选举舞弊的一些证据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选举出现了舞弊现象，但是我也没有讲过这个选举的舞弊现象是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舞弊，我没有讲过。所以从头到尾有这2点我要澄清那么因为有一些网友在推特上，在我们的评论当中不断的在问这2个问题说第一个是你为什么你说民主党在舞弊？我没有说过这个话，我是说出现了舞弊现象。OK， 所以这是2条我认为非常重要的2条，我给澄清一下。第3点就是从星期四开始，我认为选举中出现了舞弊，然后就有一些网友对我质疑质疑有2点质疑。第一点质疑认为我见风使舵，追求流量第二点主要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质疑我的诚信，说你当初你又维护，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指出美国的选举系统是有效的那么我不认为美国这场选举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我没有这样一个看法。后来我改变了这个看法，所以有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质疑我的诚信好，这我要澄清一点第一，我是新闻工作者，那么我们在跟进一个新闻的发展的过程这个新闻的发展过程，这跟什么呢？这跟赌场不一样赌场说买定离手我们来一个赌局你这个买下压下去然后你手拿开那就不能变的了。那么一开盘是输是赢就是你。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新闻进程。我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参加一场选举，我不能够一会儿支持左一会儿支持右，不可以这样就是我政治人物，我要讲政治诚信，都不是。所以我经常讲，曾经有人跟别人打赌有一个自媒体的主播跟网友打赌，说这件事情我跟你打赌，这是不专业的。为什么？新闻不是这样，新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是个进程。
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是根据这个新闻进程，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们得到的事实，选择我们的立场，选择我们的看法，不是立场，选择我们的看法。就是说你刚开始你看到3，你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变成这个样子，你可能看到4，看到5，可能看到第6，你认为这件事情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变化的，会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我对改变我的看法一点都没有压力，因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工作的。这就是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工作的。当你事情进展到这里，你就会是一个这样的看法；当你事情进展到这里，你会另外一种看法；当你到这里，你又会看法又会改变。这跟诚信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根据事实的发生来不断的调整立场。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了解，这是我们的工作，而且这是我们的工作模式，这是第1条啊。第2条，关于流量，关于见风使舵啊，有人在这个推特上也这样啊说我说见风使舵。那第一，我是自媒体啊，我是一个媒体工作者，流量是什么？流量是我的价值。如果我完全没有流量，说明这个自媒体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必须追求流量。流量是什么？流量是市场用流量奖励这个自媒体，说你做对了，我给你多点流量，或者说反过来是观众或者听众有流量去奖励一个做了正确事情的人。这是第1个，我必须追求流量，这是第1条。第2条，但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每一个媒体人，他必须要坚守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专业精神，或者是新闻理想，你必须坚持这样东西。你看一下，走得远的，走的时间长的，做得好的媒体人，一定是要有这个坚持，所以你必须保持一个平衡。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在竞选的进程当中，我说我不报道美国大选，为什么？如果追求流量，我就报道美国大选就好了，那是有流量的，但是我坚持不报。所以大家可以看最近我们流量跌得很厉害，原因就在这里，我没有报道最热门的新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第1个，我们中国人非常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你一个自媒体做他想听的话，那么一左一右你怎么弄？我做不了，我没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去纠缠这个立场。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们有很多的新闻可以做，我就不做了。当然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没有那么有底气，那我就不做了。那么到了大选结束了，我们进入投票状态了，我觉得我可以做了，这个跟这个政见没有关系，我可以做我就做了。这也不可以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清楚。所以呢，我在这里澄清2点，就是第1点，我追求流量，这个没有错，这就是我们的专业，这是我的工作。另外一边，我坚守我的专业，我不想去纠缠，我不去纠缠啊，所以我也不会在推特上跟大家解释，我只在这里解释，解释完了我就完了，好吧？我就把这个，我没有想到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媒体的新的发展趋势，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也会成为新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啊！我要研究这个问题啊。好，我继续讲继续讲这个关于选举舞弊的情况。那么各地陆续爆出各种选举舞弊的说法和线索。川普团队设立了热线和这个接收方式啊，让大家提供线索。他们已经收到了将近30万个线索啊，那么这个线索给川普团队进行这个司法程序提供了支持。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线索也是泥沙俱下啊。这种泥沙俱下的这个线索呢，大家记住，
美国的法庭接受的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非常的严格，是基本上没有，美国法庭只接受一种证据，什么证据？没有瑕疵的证据，就是没有任何，就是无法质疑的证据，你的证据是没有办法质疑的，这是，所以呢，大家在陈述一个证据的时候，要剔掉那些有瑕疵的证据，是吧？当然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现在还有很多叫什么猜疑啊、猜测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尽量的去求证啊，有条件的就尽量的去求证，然后再提供我这是个证据。所以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两个啊，第一个大胆猜测啊，严格求证，小心结论，谨慎质疑。小心结论是什么？就是你拿到一个线索，然后你去非常严格的求证它，非常小心的得出个结论。然后就是什么呢？对于别人的说法要谨慎的质疑。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不要钱的质疑，就是随便张嘴就来，哎，你说你那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去质疑别人。对于这种质疑呢，你基本上不用理会，因为那是1毛钱都不用花的质疑啊。如果你真的要质疑别人，你要去做功课，要把你质疑的依据是什么讲出来。没有依据的质疑只是一嘴，基本上大家不用理啊。这是第一个态度，应有态度。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态度开放，立场中立，就是我们在讲追求证据的时候，不要有立场，有立场的话，你的证据一定是跑偏的啊。立场中立，还有维护国体，维护美国的国体，清除五毛啊，清除五毛。五毛在大家要知道，现在中文媒体当中充斥了五毛的言论，五毛在中间浑水摸鱼，他摸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针对这个国体啊。所以呢，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时候，大家记住2点啊，大家记住2点。第一个，真假比对错重要。为什么？因为真假决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对错每个人的价值观判断不一样，价值观跟判断依据不同，对错可以有千万的评判标准，所以你得出的结论可以完全不同，但是真假很重要，很关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实比观点重要，就是你看拿到的是个什么东西啊，拿到什么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比你对这个看法怎么样，你对他的看法更重要。事实比观点重要，真假比对错重要。真相永远在路上，我们追求真相必须一直在追求，不是说我拿到了真相啊，这个真相就是这样的了，不是的。我们对真相的了解是个进程啊，新闻是个进程啊。但是不能放弃，不能说我真相我永远在追求，我就要放弃，不是的。所以一切的真理都来自真相，真相是真理的基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好，关于证据这个我就讲这么多啊，然后就是政治进程，第3点。那么大家记得啊，11月5号，这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川普总统发表一个声明，质疑美国大选出现了舞弊啊，这是一个。然后他说这个舞弊呢，偷走了他的领先优势。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讲，川普总统发表的这个声明，其实让美国选举这次大选进入了另外一个进程啊，这个进程引发了什么呢？引发了宪政危机。为什么？因为川普总统在质疑这个选举出现舞弊的情况呢，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候选人，他在质疑美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系统。美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系统
是美国的政体，是美国的政治的基石。那你想一下，他作为现任总统去质疑这个，其实是我们归根结底，他是质疑现有的建制。为什么我昨天的题目是美国出现宪政危机？宪政危机的最根本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现任总统在质疑他的选举系统，所以这是个宪政危机啊。这是第一个，就是11月5号发生的事情。那么他面对这个宪政危机，其实昨天的24小时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在那个宪政危机那个节目当中，我讲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川普总统的政治品格很关键，很重要。为什么？就是他是以他的政治利益为导向，还是以这个国家利益为导向？大家记住，你想一下，对于川普来说，他认为这个选举对他不公，他怎么样对他最有利？就是闹得越凶对他越有利，因为闹得凶的话，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更大的关注，可以给对方政治对手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啊，所以闹得越凶，其实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闹得凶一点是有利的。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如果现任总统或者是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不计后果的去推动一场反对运动的话，那是个灾难，那是个政治灾难，因为他在否定现在的建制，或者说他在否定现在的国体，这是一场政治灾难。所以我就讲，过去24小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24小时，就是说你可以看美国的政治朝哪一个方向走，它很重要啊。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谁？川普总统。川普总统他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这件事情他是怎么朝着哪个方向走，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进程。所以呢，昨天川普总统发表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很关键，很重要。这个声明是什么？他说这么说，他说我们相信美国人民理应对所有的计票和选举认证拥有全面的透明度，这不再是关乎任何一场选举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整个选举进程的诚信。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所有的合法选票必须被统计，所有的非法选票不应该被计入。然而，我们这一基本原则遇到了民主党的抵制，所以他是在指控民主党啊。我们将通过法律的各个层面来寻求实现这一进程，以确保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政府有信心。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你们和为我们的国家而战。这个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川普总统的政治品格很高尚，他知道他为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国家，他不能够抛开这个国家的建制啊，寻求他们的政治利益。所以他说他还是会在法律的轨道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指控民主党要承担后果啊，这一点。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确保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政府有信心，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负责任态度，这是一个这个进程。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为什么讲？我刚刚避开了一个暗礁，就是说川普总统没有去说振臂一呼，我们去抗议，我们上街。你看推特上面有人在讲我们要拿起武器，推特上有人在讲这个，这是非常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小心，非常要小心啊！这就是浑水摸鱼的人。然后这是川普这边，所以川普到了昨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5、6点钟的时候，
就有消息出来啊，有消息出来说，这个拜登有一次演讲啊，然后好像那个时候好像大家有预期，可能拜登会宣布胜选。这个时候拜登也很关键，为什么？因为拜登的态度，其实大家知道，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现在在处于一个激烈的冲突当中。那么，当然，冲突的双方，我采取什么政治立场，有我自己的看法，也取决于对方的态度，对吗？那现在，川普总统表达了，我还是在建制内去解决问题，我还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拜登这个时候就很关键，拜登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激进的宣布他当胜选，这个很重要。如果他那个时候激进的宣布胜选，或者是说在双方没有进行协商好的情况下进行胜选，会让这件事情矛盾激化，那可能会把川普推到另外一个层面，但是川普就等于在墙角没办法了，他可能真的会做更激烈的行动。所以呢，你可以看啊，6点钟左右的时候啊，就是消息传出来说拜登要发表演讲啊，然后就川普就在推特上，他就发了一个推特，这个推特怎么说呢？他说拜登，你不应该错误的宣布自己赢得总统胜选啊，我也可以这样选择，法律程序正在启动。川普就跟对方打招呼，就说法律程序已经启动了啊。那么这个你现在不要宣布胜选，因为宣布胜选的话，整个进程就会不一样啊。然后就这个原来是8点，说是8点，后来推迟到10点，后来就取消了啊，就这个演讲就取消了。然后昨天拜登在这个他的家乡啊做了一个演讲啊，演讲什么呢？他这个演讲当然第一没有宣布胜选，第二他也这么说，他说这个他领先了啊，而且他觉得他会赢啊，这个话没错啊。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虽然发生了分歧，但是在民主国家这是正常的和健康的。他说这说明我们可以辩论啊，说辩论。他说他呼吁公众保持耐心，点完每一张票，完成这个程序。这个很对，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政治人物表现，拜登说了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对手，但是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美国人，这个说得很棒。你可以看啊，在这一场这个我们叫宪政危机当中，川普和拜登的表现都很好，就是昨天24小时，毫无疑问啊，过去24小时双方肯定都是在进行这个政治协商啊，在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的政界，过去24小时，美国政界异常平静啊。共和党方面没有因为川普质疑这个选举而跳出来进行全面的动员抗议，没有，共和党没有做这个动作然后这个现在共和党那边呢就有2个态度，有2个人表态，都是重量级的。一个表态的是金里奇原来是议员，他是共和党里面的重量级的人物啊，他表现得很愤怒。他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啊，就是他表现得非常的愤怒啊。他说，他也认为出现系统性的选举舞弊确实存在，他这么认为，他是指金里奇表现得非常愤怒啊，金里奇啊，他原来是个议长啊。那么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罗姆尼啊，罗姆尼也是共和党里面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罗姆尼是正好跟金里奇站在另外一头。
罗姆尼是这么说，他说总统有权要求重新点票啊，那么也可以去进行这个司法程序啊，那么要求调查违规的行为。但是川普指出，这次选举被操纵、选举舞弊以及选票被窃取是错误的。他不会这么说。他说川普的主张伤害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的原则。他说这个会鲁莽的激起破坏性和危险的情感。他说点选每张选票是民主的核心，这个都是正确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啊，罗姆尼就非常，所以我说他是重量级的人物，他非常敏锐的看到这件事情最危险的走向是什么？这件事情最危险的走向就是，当川普在质疑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这件事情有可能变成一个对这个国家的攻击，国家本身的攻击，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当一个政党在对这个国家进行攻击的时候，这个国体就被动摇，这才是危险的趋势。所以你可以看，我们下面这个选举往前走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川普手里有什么啊？川普手里握着什么样的证据？因为他这些证据会决定了他在法庭上能不能取得法官的支持，或者是他能不能赢得官司。所以第一个决定了选举进程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首要的因素是什么？首要的因素就是川普手里握着什么，他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选举的进程。选举进程从目前来看，正在往前跑啊。这里面还涉及到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之间的政治协商妥协。我认为这过去24小时正在发生这些事情，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也会持续的发生这些事情。这是第二个，就是共和党、民主党或者是这个川普团队和拜登团队，他们怎么进行的协商，进行的政治上的协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个影响未来进程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影响未来进程就是一个突发的偶发的事件，有没有爆发出一场就是偶发的事件，会令这个整个进程朝向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未来发展啊，就这未来就是这三个可能性啊。所以啊，我们还要下周全瞻吗？我准备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好像又超时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讲到这里啊。那么就是结论就是2个，第一个，过去24小时，美国避开了一个暗礁啊，防止了这一场事件对美国国体、对美国政治基础的攻击啊。美国朝着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发展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我对这2个候选人在过去24小时的表现，我表示支持和赞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的政治发展，未来美国大选的政治发展取决于刚才我讲的3个条件，好吧？那大选前瞻我就贴到评论区里面去吧，我们就不说了，好吧？因为我不想浪费我不想占用大家的这个讨论的时间，好吧 ？OK，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特别请大家给我们多点赞，因为我们最近受到非常多的攻击啊，包括我本人被攻击啊，然后我们的这个也被很多的攻击。大家看一下，我们
点这个叫什么？我不知道点什么，点赞是这个了，点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已经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点给我们点赞，我们才能抵抗。还有一些系统性的攻击啊，什么叫系统性的攻击？就是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投诉啊，就是一大票一个组织某一个组织在对我们进行系统性的攻击，所以我们抵抗它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大家的点赞啊，所以请大家点赞 ，OK。多点点赞可以让我们抵抗这个攻击。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有2点，在这里我就讲一下评论区啊，评论区我们全面开放啊，这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我要去删帖。那么有2点，第一点，请大家不要贴链接啊，系统已经屏蔽链接，所以链接呢，你会被删掉的，系统直接屏蔽掉，所以大家不用贴链接，贴链接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不要贴来自其他的网页上的文章，一贴上万字这种没有意义，会直接被删掉啊，会被直接被删掉。所以，请大家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好。啊，这是第2条，就不要去从其他地方扒一篇大文章贴上来。我们是个讨论啊，这是第2个。如果你说那个观点很好，你就把这观点讲出来就好。啊，这是第2个。第3个，不得人身攻击，任何人身攻击直接拉黑，就是以后你不用再讨论，直接人身攻击，包括对其他的网友，包括对我本人，任何的人身攻击都会被拉黑，这我是有言在先，我们这原来的规则就是这样。第4个，请大家就事论事。不要吵架啊，就尊重对方，宽容一点对对方的观点啊，就是说对方你啊，就是大家还不明白嘛？我们在网上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谁会被说服的，你说服不了对方，就像你不会被说服一样，所以不要企图说服对方，你把你的观点陈述出来，被人看到已经功德无量了，你说呢？好不好？就这5点，请大家留意，不要去说服对方，没有意义，那只会吵架啊，好吧？好，我们下面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谢明谢，10月天，谢谢 Roger， 谢谢支持王老师的专业精神，加油，谢谢 Patrick 长，谢谢 Flapjack， 谢谢。从春节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至今9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受王老师的影响，我开始有移民的念想。从小学毕业的水平，考完雅思5分，做完各种审计，准备好各种材料，今天终于正式递交了家国移民申请。特地来感谢老师叫醒了一直在温水中被煮的我。我很高兴啊，祝你一切顺利，实现你的梦想。我真的很高兴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一切顺利，希望你能够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很有意思你可以去探索新的世界这非常非常棒郭喷塞，谢谢 VA 高，谢谢王老师，请喝咖啡。王老师最近状态很好，谢谢每天的报道。其实我最近很累非常累为什么累？心力交瘁。因为大家知道我对美国大选我真的不是很熟那么但是我又要在这么多信息里面归纳出我的看法然后还要面对各种批评和质疑大家不要说你不理会就是不是的我在乎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的观点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不可能不在乎，我一定会在乎的，哪怕5毛我都会在乎都会在我内心有回响所以请大家不要随便的质疑对方，我原因就是这个，因为如果你是那个被质疑的人，你就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努力和付出，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最近也是很累的原因是这个
但是呢，我会坚持坚持调整我的状态，因为虽然我说现在每天做一档节目，但是你看新闻又来了，我又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很想把今天的题目做掉今天我已经已经是这么感觉，这个想法已经形成，但是昨天实在是太累了。本来是昨天我9点钟想做，我都已经设备都架好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的状态可能不好，所以我就没做。所以就网友说我状态很好，我真的很谢谢你对我的鼓励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鼓励，谢谢谢谢。Philip Chen 谢谢，阿绿谢谢。观点想起这句话。不带评价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同意王先生做节目的风格，我们应该努力去分辨什么是评论，什么是观察。OK， 观点针对上面的观点的回答，现在不是民主党有没有舞弊的问题，而是这次美国大选太多可质疑的地方，你不把事情搞清楚明白，损害的是美国人民对以后所有选举的信任的动摇，这是动摇国本的大事。美国媒体如果以这是小问题为由想要忽略过去，那就是大大的错了。舞弊这种事情只有零次与无数次之分，不是两党之一，而是另有势力所为。我在这里就解释一下就是说美国媒体的态度当然美国媒体的态度大家记得川普总统的5号的这个讲话他在简报室读那段声明的时候，当他质疑这个选举舞弊的时候，美国的直播就停掉了，理解吗？我刚才解释，大家听完我这个节目，大家就应该明白美国媒体为什么把他的直播停掉美国媒体把他直播停掉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总统在质疑这个选举制度的时候，他就会对美国的国体产生攻击这是美国媒体停掉的原因。这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重大公众利益。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件事情觉得它不合理，可能背后有一些合理的部分你没有看到这并不完全是美国媒体封杀川普总统的嘴并不完全是，他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我觉得美国媒体有更好的做法，可能会有更好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预判他们对这件事情没有预判，就是川普总统出来质疑这件事情没有预判。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牙齿印，我们叫牙齿印，就是川普总统跟美国媒体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不喜欢互相不喜欢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局面一面倒的质疑媒体或者一面倒的质疑总统，我觉得都不公平，双方都有责任所以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中立的我并不完全支持总统，我也不完全支持媒体，因为他们把这件事情搞坏了。就是说总统和媒体的关系搞坏，损失最大的是谁？损失最大的是美国人民。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媒体是什么？媒体也是国家的支柱如果总统跟媒体的关系搞坏，或者媒体跟总统的关系搞坏，影响的是这个国家的支柱。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件坏事是一件对国家不利的事情观点：1974年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沃伦·厄尔伯格起草了关于要求尼克松交出检察官要求的录音带的法庭意见，并首先在文件上签名。这个决定促成了美国就水门事件对竞选舞弊的尼克松发起的里程碑式的诉讼，而正是5年前的1969年，尼克松提名共同为共和党党员的沃伦·厄尔伯格为联邦法院的最高大法官。
我对美国的司法系统有信心。其实我对美国的整个的政体都是有信心的，老实讲啊，就是说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啊。美国政体很复杂，很庞杂，或者我们叫庞杂，那么不完美，有很多的漏洞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国家的理念啊高尚而纯洁啊，然后建立了一个这么庞大的系统，有效率的系统啊，有效的系统。那么才维持了一个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国际地位啊，这是我认为我对整个的美国的国体是有信心的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你就认为这个国家没有问题，不是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问题，这才是我们在这里的理由。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问题，你一定要去解决。所以很多人说，很多五毛的逻辑其实是缺乏常识的啊，就是说我们为这个国家辩护，我在为这个国家辩护，我在为这个体制辩护，但是并不是我要为所有的毛病辩护，不是的，这就是中共的逻辑。中共的逻辑是什么？你看我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是优胜，不对，我们不完美，我还可以是优胜啊，这才是逻辑啊。观点，在一个价值观撕裂的社会，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舞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大增加。如果监管体制没有与时共进，只靠相信人的诚信来投票，恰恰是违反人性，也是幼稚的。邮寄选票就是这个漏洞。OK， 观点，川普质疑的不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他的选举制度，也不是拜登的选举制度，而是这一次美国的选举制度的运作情况。不对，拜登质疑的是民主党，他质疑的是民主党，他认为民主党在舞弊，他认为民主党偷了他的选举优势，这是川普的质疑。当然，其实媒体也好，其他人就是。其实这场事情的因果是什么？就是当他在质疑民主党作弊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质疑一个选举系统，理解吗？所以为什么罗姆尼那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质疑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他质疑这件事情会产生的后果。罗姆尼的话是这个意思啊。观点，选举舞弊之事必须要抓现行犯，也就是人证物证，证据确凿，过了之后最多也就只能检视重新验票。川普声称舞弊，他必须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不能直接攻击兰州，如果他也攻击他在选情落后的红州，他等于在攻击这些州的共和党行政人员和选民。老实讲呢，在证据这个问题上呢，我不敢说太多的话。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事情啊，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情况，所以我会，你看我在推特上面我会转发一些证据啊，同时我也会转发一些就是对证据的澄清和就是 fact check， 就是查核。我也会转发，为什么？因为实在有很多的情况我们是不了解，所以我没有太介入到事实本身的陈述，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证据，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啊。提问，接昨天的话题，昨天王老师说美国依然是世界的民主灯塔，意思是其他民主国家选举还不如美国，还是说美国这种漏洞百出的选举是人类的未来？我昨天表示我不喜欢美国的选举，王老师反问我是不是喜欢中国式的独裁？难道世界上只有这两个选择吗？其他国家的选举有比这届美国选举更差的吗？好，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质疑美国的选举制，我没有否定过美国的选举制度。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没有漏洞的，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假如你要想去
搞事搞不到的，那不可能，一定搞得到。如果你真有心去搞的话，任何一个制度你要找那漏洞一定有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和代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制度，它都要有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就是效率和安全的平衡。就是说，我要让这个制度更安全行嘛，就像你说的这个漏洞百出啊，漏洞百出就是原因是因为你去挑它的毛病，一定挑得到，一定挑得到啊。你要把这个漏洞全堵上，可以吗？可以，但是基本上你就这场选举你就不用进行了。为什么？因为它没办法运作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理解，就是我们设计一套制度或者设计一套系统，你一定是一个平衡，就是效率跟安全的平衡。所以我不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个漏洞百出的选举制度，我从来不认为。那么这场选举出现了漏洞或者出现了舞弊的现象，这个我是看到了，但是我不觉得现在我们有条件去判断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大规模的舞弊，我现在还判断不了，因为你现在证据还不全不完整，所以我不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要质疑美国的选举制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在质疑美国的选举制度，那我的反驳就是，你难道喜欢中国式的独裁吗？因为中国的选举制度没有漏洞，因为它根本就是假的，它哪来的漏洞？所以你说至于说其他的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不是比美国优胜？我不知道，我没比较过啊。当然有更好的制度，制度可以不断的完善，只是你的选择。美国的选举制度是美国的选择，是他一路走来，这是美国人的选择，你不用说服我，你去搞定美国人民，去改变他的选举制度，这不是我的工作啊。提问：为什么会说美国是民主灯塔？北欧许多国家的民主指数相当高，生活品质也很好，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灯塔呢？答案，有网友回答：灯塔国不单单是民主制度，还有自由与正义与其他的普世价值观，以及强大的国力，和世界前沿的科技不完全是。美国为什么成为灯塔之国？因为美国人民热情好客啊，美国人维持中国经常骂美国是一个世界警察啊。什么叫世界警察？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是个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的国家就是警察国家就是世界警察。那么中国经常骂美国是世界警察，美国不当世界警察，你看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呢，美国在过去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也根据他的价值观去对全世界的弱势群体民主的追求提供了支援比如说他庇护其他的国家受迫害的人民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他庇护其他受迫害的人民。你要是被迫害，来到我这里来，我庇护你，给你提供庇护，这就是他成为灯塔国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很多国家的被迫害的人民跑到美国来寻求庇护，所以他成为灯塔之国。他去支援那些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国家的人民，他提供支援，他提供很多这方面的资源。所以不仅仅是说你的民主制度要先进，而是你对世界的这些事物的担当，这是一种担当，它才能够成为灯塔之国，它才会成为一个道德的高地，是这个原因问题，王老师能否分析一下一般情况下竞选资金的用途，以及本次竞选中拜登团队3倍于川普团队的竞选资金花在哪里？拜登团队的竞选资金的花在哪里？你可以上网搜一下，他们有公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竞选资金的用途，我们尽量不要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谷歌一下马上就能达到
所以做点功课好吗？观点：美国人在同一张选票上为国会和总统投票，既然共和党赢得了国会多数议席，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共和党选民选了自己州共和党的参议员，但却没有选川普。如果要查票，全国选举结果也会变。这是一个理论，但这个理论不一定成立，因为还有众议院呢。众议院共和党并没有胜选。现在的情况是48对18参议员啊，当然这个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的得票更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但是在众议院选举当中，民主党得票更多啊，所以这个理论现在不一定还成立啊。观点：作为一个局外人，看美国此次总统大选，像极了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背景。当时右派总统萨尔科齐寻求连任，对手是后来当选的左派总统奥朗德。由于萨科齐说话态度和行事作风一向很高调，造成很多法国人非常讨厌他，就是要在选举的时候故意投票给他的对手。后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傻胖奥朗德只会戴着小头盔，骑着小摩托车，瞒着自己的第一女友和另外一个女演员约会，全世界都看他的笑话。这次并非拜登强，只是川普树敌多。这个理论也是有的啊。提问：美国这次选举引发的宪政危机，在以法律和信仰为基础的国家，信仰又是抽象的概念，没有无法量化，法律是国家之根本。现在选举舞弊，如果处理的不好，后果超出想象。个人感觉这次不仅仅是美国的选举，关乎到全球。如果不能合理的处理，那么其他国家以后在和美国签订各种合约协议时，会不会质疑美国的宪法可以舞弊有问题？那么国与国，特别是摇摆的或者是国家公司之间的各种耳规们，是否都会存在公平的质疑？你把事情放大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答你。美国出现了这个级别的问题吗？还没有吧？美国出现了宪政危机，这没有错，因为川普总统在质疑啊。那么现在我24小时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说，如果川普总统在法律层面去解决问题，美国就避过了一个暗礁啊。我的看法是这个啊。观点：至少昨天，川普提出的是舞弊对选举制度和操作的破坏性，还是有制高点。提问：先有先例的是，在川普发表白宫会议讲话的时候，几大电视台，包括全国广播公司等，在转播几分钟之后，主持人就出来说讲话不实信息，随即掐断。作为普通民众，我的感受是很不寻常，也不赞同这种做法。王先生，你的观感是什么？我刚才已经答过了啊。情况：如果所有舞弊现象的受益者是拜登，那么至少拜登团队是有操盘手，可能性是很大。那么很多深蓝区有问题，没有民主党大佬的背书也不合逻辑。我们可以用逻辑来分析啊，我们也可以用证据来证明。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够这么说啊，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川普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谁？交给法庭吧。我认为现在应该是这样，大家尽量的把你看到的证据提供给川普团队。川普自己表达了，他已经跟拜登讲了，我们最好不要自己宣布胜选，我们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啊，而且川普的声明也讲，我们会在司法轨道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2点我可以提醒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攻击对方，人身攻击啊。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
进行大规模的人身攻击，攻击什么呢？攻击民主党，攻击这个拜登，这边攻击川普，攻击共和党，进行人身攻击啊！我觉得人身攻击，尽量的避免啊，尽量避免攻击对方的人品、道德啊。为什么？我不赞同，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啊。还是实事求是比较好啊。情况：密西根共和党主席开新闻发布会，光一个县就有6000张投给川普的票被继承了拜登，一进一出12000票。全密西根有40多个县用了这套系统。这个民主党解释是软件 bug，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 bug 是单向的，这是这是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证据啊！我觉得要好好的去查这件事情啊。观点：美国选举制度应该改革。一，要严格根据涉案号确定公民身份，涉案号不能确定公民身份啊。二，根据报税记录判断身份是被报名顶替。三，采用1人1票制，废弃选举人票制。四，采用统一的 APP 投票，只给选举日投票有效。APP 就很危险吧，我觉得还是要实质的啊。你有办法说服美国人，你这套方法可能会有效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是不是愿意用一种你刚才说的这种。当然，如果改革美国的选举制度，当然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啊，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前提就是一个美国人支持嘛，美国人愿意嘛。如果美国人不愿意，万一他没手机呢？你要 APP 投票，那他怎么投？对吗？他没手机呢，为什么？那说现在社会还有人没手机吗？我告诉你，就没有手机。我就碰到过谁叫什么阿米蒂人啊，叫阿米蒂人。我的这只狗就来自于他们那里，他是没有手机的。我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跟现代科技没有关系。美国有一群这样的人啊，所以很多情况超出你的想象啊。观点：美国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选举法，每个县 county 自主管理具体实施。因为没有美国全国统一的选举系统，谁要操控选举，操控全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第一。第二，只有在一方拒绝离开白宫，或者一方正式宣布不承认新总统，才可以说出现宪政危机。美国离这一步还早着呢。第三，美国有服从高院裁决的传统，大家放心吧。我同意你说的这个宪政危机的标准啊，但是我认为一个现任总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宪政危机啊。观点：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最好的，因为华盛顿告别感言就担心美国民主制度会造成仇恨，最终走向独裁。这种选举制度避开了多数人的暴政，也造成双方支持者的直接冲突。美国人的素质在这次选举中凸显出来，是在我推特上看到有民主党选民同样表达需要把事情搞清楚的愿望。观点：邮寄选票在以往选举中只是给予非常少数不能参加现场投票的人的一个方式。整个美国选举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邮寄选票会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方式，所以这次选择启用这么多邮寄选票本身是一个反传统，也就是说已经违反了原来美国选举系统的整个运行逻辑。观点：美国为什么成为灯塔之国？因为美国的基层社会够稳定、够强大，能够支持各种知识分子的设想，甚至是折腾。基层社会有政治权利，又有自我保护和社区维护的能力，人人都是贵族，不会被秦始皇一统江山。美国是不可能被一统江山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枪啊！观点：西方社会你看似很多制度漏洞，
是因为这些制度的或者方法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信任所有人的前提下，如果这些制度产生了缺陷，被人抓到漏洞而利用，在下一次行使时就会进行修改。这个逻辑体现在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反而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鼓励小聪明的，甚至讹诈取巧，才会认为这些宽松的制度行使并不可靠。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西方的制度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坐地铁啊，坐地铁没人查票，根本没人查票。那没人查票的原因是什么？没人查票的原因是因为养一个查票的人要有成本。那我查票查出来的，基于我们现在社会的大家的信用程度啊，觉得我可能会有1%、2%的这个逃票现象。那1%、2%一算，1%、2%还远不如我养一个人，养一堆检票员的这个成本。那我就算了，我就放过他。但是呢，我采取突击的方式，就是我罚的款，我抓到的人呢，我进行罚款，罚的款我能把这个逃票的这个比例给盖过，我就基本上零成本。所以美国你可以看很多地铁是没人查票的，没人检票，没人验票的。这里面就是很多它的系统，它背后是有逻辑的啊，这些逻辑不完全是基于说相信我们大家都诚信，没有这回事。美国西方的制度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而不是对人性的信任。对人性信任的话，这制度全崩溃了，早就崩溃完了啊！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但是它背后有些东西，它为什么要放开的原因，是因为基于效率和成本的原因考虑啊。所以这里面我就讲过啊，系统你要堵住漏洞太容易了啊，就是你就把成本放下去，把效率降下来，你一定能够堵住漏洞。但是问题是，你这样的话，你系统根本没办法运行，所以这就是个平衡，达到一个平衡的问题。观点，有一股势力正在操纵全人类的认知和逻辑思维，和大数据有关，分配信息让人与人对立起来，对立引发冲突。这次大选也是一样，我不认为是舞弊，是因为这样做太过愚蠢，只要一查就逃不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像中共。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疑问，王老师，你怎么看拜登如果上任后会重返巴黎协议的政策？这跟共和党的理念是一致的啊。问题，王老师，如果拜登上台，中共的政策方向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内循环？内循环不好说。内循环现在实际上中共已经在变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其实第一个，内循环没有成为他的国策。五中全会出来，你可以看十四五规划没有把内循环作为它一个整体的经济战略啊，所以实际上内循环这件事情只是作为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没有成为经济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啊。我们又超时了。观点，目前选举进程出现了一些舞弊的迹象，部分视频证据和质疑者的公开发言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还没有看到民主党阵营里面的人就大选的公正性站出来发言，包括拜登本人，这一点值得注意。如果我是民主党的人，我现在也不会出来发言。为什么？因为既然川普总统他讲他会在司法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交给法庭判呗。所以对于民主党来说，共和党方面的质疑我们就保持安静就可以了。对于民主党来说，这是最合理的策略啊。观点，新闻人本身是要中立的，然后不断的挖掘信息，将信息无论是左还是右放在公众面前，让大家去判断。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不论是媒体还是暴民都不会思考都不会理智，也不愿意也不想让其他人冷静的全面思考，只能站队，
跟着他们站队，否则就会打击你。实际上是这样啊，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有些情况是什么呢？有些情况是媒体认为这不可靠，不可靠他就不报道啊，或者是他觉得这里面有阴谋，或者有用意。那你既然有用意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实现你的用意？就是说，如果是选举一方在做一些这样的动作的话，媒体是有他的判断的啊，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一定会报道或者一定要报道，媒体有自己的专业判断。当然，有些媒体是有错误啊，会出现问题。我讲的是一般性的情况，我不是为所有媒体的行为辩护，是的啊。有些人质疑我说啊，你这样讲就是为你媒体，不是这样的啊。大家要知道，我讲的是一般性的情况，我不会为腐败的媒体、腐败的记者辩护。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辩护？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现象背后的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你可以去参考啊，我不说服你啊。严格的说，美国正在发生是一场蔓延全美的违宪型运动。美国宪法、合法总统和那些资源垄断者们，在这3种力量中必须倒掉2个，这场运动才会平息。而川普这边有什么呢？除了广大农村、铁锈带的川粉和那些被扭曲了的宪法，他一无所有。这个好极端啊，这个观点啊。观点加心情，其实王老师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教导观众新闻媒体人的专业和操守，好好做一番分析和解构。可以，我找了时间做吧，去解构一下啊，解构一下。但是真的很难。老实讲，这一次的选举啊，我真正的见识了、领教了中国人的政治啊。中国人的人性、民族性啊，为什么？真的是那4个字，叫党同法异啊。宽容，政治宽容是不存在的，宽容不存在，党同法异，而且非常的极端。就是他一站队，他站完队之后，他所有的事情都会倒向一边。这不仅仅是他自己，他会要求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倒向一边，包括我。如果我不倒向一边就不行啊，你非得倒向一边。我甚至要求我讲，甚至我要求讲他要我讲的话，讲他想听的话。那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次选举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人性大爆发吧。让大家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中国人是怎样的情况啊。我有些事情，其实我做过一些努力啊，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些努力啊，那么实际上没有办法。推特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攻击对方的一个场所啊。你就基本上。这件事情很难办在哪里呢？就是说，五毛在里面浑水摸鱼啊。其实我对网友呢，我是很宽容的，我是很愿意宽容的。大家有些网友说我在推特上很不宽容，很小气啊，骂啊，会骂人，是因为五毛在里面浑水摸鱼啊。这里面有一个界限就分得不清楚，因为五毛一定是扮演成不是五毛，但是我要把这五毛找出来，我得痛击他，我不能放过五毛。所以这里面就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人会被痛击啊，误伤。但是问题是，在这里面，情况就很复杂，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愿意上推特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和不宽容。和那种不礼貌啊、冒犯，各种冒犯啊，我对冒犯很反感，因为我不喜欢这种行为，这是一件很 low 的事情啊，所以有难度，这是个很困难的工作。
会占据我很多的时间，我并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很浪费时间啊，而且很伤身体，很伤身体啊。观点流量最大的是李子柒和美食作家王刚一类的频道，时政频道永远是不可能追上。作为时政评论家，希望王先生坚守客观中立的原则，不要怕得罪持某一观点的观众，否则两边都不讨好。质量和流量之间必须有主次，有了质量才必然会有流量。这里面有2个观点我不同意啊。第一个观点就是持有中立的原则才会两边，否则会两边不讨好。大家记住，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持有中立的观点，两边都不讨好，才两边不讨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两边的人都说你不中立。关于这次大选，我认为在中文自媒体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中立的啊，一定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到，无论在 YouTube 上面也好，在Twitter 上面也好，在 Facebook 上面也好，你去搜一下，川普的支持者骂我是民主党的人，而且隐蔽的很深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民主党的支持者骂我是川粉，没有不骂的，基本上都在骂。所以真正的中立者一定是两面不讨好，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这是个残酷的现实。所以呢，大家支持我啊，真的支持我，支持我什么？你只有在一个情况下能够支持我，就是我说了你不高兴的话，你仍然支持我，这才叫真的支持我，这才是你真的支持中立的媒体人。不要其实中国人都是叶公好龙，真的是这样，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们去看一下评论，你去看一下推特上面的言论，你就知道啊。这是第一。第二，大部分有质量的内容都没有流量，有流量的大部分都是没有质量的内容。你说的这2点都不对，不信你去看一下，你去网上看一下，基本上流量最大的都是哗众取宠的内容，真的。有质量的内容有流量吗？有流量，但肯定不是中等偏下啊，一定是中等偏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中文 YouTube 的这个品质，你就知道，大部分的内容是什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1、2、3，完了。你真正进行全面分析，根据你的分析判断，有组织有判断有系统的内容，1%不超过啊。所以我会坚持做有内容的、有质量的内容，我也会坚持中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真的需要更强大的支持，我才能走得更远啊！所以请大家支持我啊！观点：这次大选真的是自媒体照妖镜，有的自媒体不仅和观众打赌，阴阳怪气的检讨预测错误，更有甚者辱骂嘲笑观众。墙内大多数国人同胞被洗脑多年，唯有王先生对同胞有宽容和耐心，是真正的正义之士。我们中国人不应该在所有问题上党同伐异，作为自媒体更不应该充满道德和智力上的傲慢。感恩王舍，谢谢你的支持啊，谢谢啊！最后2个了啊，我马上就完。本来带着很愤怒的心情进频道，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自媒体证据指向舞弊。之前王先生一直信誓旦旦的说不可能出现舞弊，但是进来听了10多分钟后，我觉得我这次是我冲动了，情绪化了。王先生一直在修正自己的新闻结论，很难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媒体人还能保持中立，而且敢于否定自己之前的新闻。我们必须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看法啊，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改。所以这不是赌局，把新闻当成一个赌局啊！你之前说过了，你就不能改，新闻这么说错了就改过来就是了嘛，因为新闻是变化的，是吗？情况，我在中国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打电话问，说是留在银行的电话不符，要去柜台办理，提醒海外的华人。OK，
好，明谢，请王老师冯 Martin 谢谢，请王老师吃一串新疆羊肉串，学生仔力量有限，支持王老师，请王老师坚持专业，追求真相，主持公道，谢谢谢谢 Martin， 鱼子子谢谢，王先生加油，我会的，谢谢T Roma 谢谢，我必须支持一下如此理智的声音，川粉五毛反中势力在这场大选之下，所有的目的都原形毕露。谢谢王先生保持客观，提供事实。OK，John Snow 谢谢，王老师加油顶，谢谢 Alan 谢谢，很公正的报道与立场。我也对美国宪政方面，方方面面的制度放下了一点的担心，希望能够影响到所有听您讲座的人。谢谢 Vivian ZY 谢谢 Jenny 唐谢谢好江谢谢，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赞成王老师的观点，非常佩服王老师的坚持和理智。谢谢易堂谢谢支持王老师，感谢你的支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周末愉快，谢谢。